在马来西亚的豪华别墅里，8名中国人被突然冲进来一帮警察，张口就要70万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嘉影镇的绿野山庄里。这名字听着挺文艺是吧？听着就是个有钱人住的富人区啊。2026年的2月5号晚上11点有8位中国游客正在这个别墅里歇着呢。突然就听见门口咣当一声巨响，那个动静绝对不是邻居串门那是破门的动静紧接着呼啦啦冲进一帮人整整12个彪形大汉。但这还不是最吓人的，最吓人的是这12个人里面有7个人穿着明晃晃的荧光绿警用背心腰里面别着家伙手里边拿着证件一进门呢，就用马来西亚口音的英语或者蹩脚的中文大吼 Police 警察查案不许动。哎呦喂，那一瞬间这几位同胞的心情估计比坐过山车还刺激。第一反应是啥？是懵，彻底的懵，心想我没干啥坏事吧，我就是来旅个游，怎么还惊动警察了？紧接着第二反应就是敬畏。咱们老百姓尤其是咱们中国老百姓，这骨子里对那身制服是有着天然信任感的。那是警察那是代表国家法律的。那既然警察上门了，那肯定是误会，咱们配合就是了嘛。可是你猜怎么着？接下来的剧情不仅没有按警民一家亲的剧本走，反而直接拐进了土匪绑票的死胡同。这帮所谓的警察，一没有出示搜查令，二没有宣读米兰达警告，他们就像饿狼扑食一样把屋里面这8个游客团团围住，手机拿出来，电脑交出来，密码解开。这哪是执法呀？这分明就是抢劫！他们粗暴地翻查游客的手机把微信、支付宝、相册翻了个底儿朝天，甚至还拿专门的设备把这个数据全部拷走了。但是这还不算完每个人的护照都被他们拿去拍照留底。这个时候带头一个警官冷笑一声，把一本护照往桌子上一拍，指着这几位游客的鼻子就开始喷脏水我怀疑你们涉嫌在柬埔寨搞非法活动，是大案要案。这一盆脏水泼下来8个中国人都傻了柬埔寨非法活动，这都哪儿跟哪儿这8个人里面有的连东南亚都没有怎么来过，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清清楚楚压根就没去过柬埔寨。但是在那个当下面对一屋子的彪形大汉，面对着那身象征权力的警服，谁敢反驳尤其是同行的人里还有女眷，那更是敢怒不敢言生怕这帮人要是真是警察，给安个袭警或者是拒捕的罪名，那在国外那可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但是这帮人的狐狸尾巴很快就藏不住了，查了一圈你猜这帮警察查出来什么违禁品了吗？要是真查出点什么，哪怕一张可疑的银行卡，他们估计早就上手铐把人带回警局邀功去了。可是没有啥都没有。这8个游客身家清白，护照记录比刚刷的白墙还干净。这按理说查错了，是不是该敬个礼，说声对不起，然后收队走了？不，这帮人的戏这才刚开始唱呢。那个带头的警官看着查不出毛病眼珠子一转，那股子贪婪的劲儿就上来了。他也不装了，直接把脸一沉，露出了流氓本色。虽然没有查到证据，但你们还是很可疑，我有权把你们带回去扣押。还有，我要通知移民局。听到移民局3个字经常出过国的朋友都知道，那是所有游客的噩梦一旦进了那个地方那是真的脱层皮这帮警察就是抓住了游客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免灾的心理。终于那个警官伸出了几根手指头，比划了一下，想私了，行，40万令吉。40万令吉是多少？折合人民币大概是70万5千块哎呦喂，这哪是罚款这是要把人往死里整这个时候哪怕是再迟钝的人也反应过来了，这哪有什么执法办案这就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杀猪盘。
这帮人啊，根本不关心你是不是诈骗犯，他们只关心你兜里面有没有钱。他们穿警服不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方便勒索。8个游客啊，这个时候心里那个苦啊，给吧，心疼的滴血啊，而且凭什么给啊？不给吧，这一屋子的凶神恶煞，手里面还有家伙，万一真被带走，到了他们的地盘，那不是人家案板上的肉，想怎么切就怎么切。这就是这帮黑警最恶毒的地方啊！他们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制造了一种绝对的不对称优势。你跟他说法律，他给你耍流氓；你跟他说理，他给你亮手铐。在极限施压之下，为了保命，为了不让同伴受到伤害，其中一位游客啊，只能咬着牙认栽。他偷偷联系了国内的老板，说明了情况。注意啊，这里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这帮劫匪不要现金，也不要银行转账，他们要什么？要加密货币 USDT。 你看看啊，这帮警察的业务多熟练啊！他们知道银行转账有记录，容易被追踪，加密货币啊，那是去中心化的，只要转出去啊，那就是泥牛入海，神仙也难追。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帮人啊，绝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这是惯犯啊，这是老手啊！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游客这边转了价值20万令吉，约35万人民币的加密货币过去。钱一到账啊，这帮刚才凶神恶煞的执法者立马变脸，虽然吧也没有给好脸色，但是那种杀气腾腾的劲儿吸了不少。他们收拾东西，拿上拷贝的数据，大摇大摆的走了。临走前啊，还没忘撂下一句狠话：2天之内赶紧搬家，要是再让我看见你们，没你们好果子吃。听听啊，听听，这是警察说的话吗？这分明就是收保护费的地痞流氓啊！这一夜啊，对于那8位中国游客来说吧，绝对是一生中最漫长的噩梦。但是这帮劫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他们以为自己呢做的是天衣无缝啊，以为中国人胆小怕事儿，不敢报警。殊不知啊，他们的好日子啊也到头了。那帮人前脚刚走啊，他们后脚就报了警。这里呢，咱们得给这几位游客点个赞啊！虽然当时怂了，那是战术性认怂，保命要紧，但是事后绝不含糊呀。他们直接联系了嘉颖当地的警方，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那这个时候有人肯定会有疑问啊，这个报警能有用吗？万一这帮人他要是真的警察，那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警局早都烂透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会不会官官相护？但是这一次啊，马来西亚嘉颖景区的表现还是真挺给力的。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刻调取了绿野山庄的监控录像。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监控是拍得清清楚楚啊，那7个穿着反光背心的家伙压根就没有怎么掩饰。他们开的居然是警队的公务车，他们穿的是正儿八经的警服。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帮人啊，平时嚣张惯了呀。他们根本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觉得穿着这身皮，开着这辆车，就没人敢查他们。那顺着这个车牌号，警方一查这个人员档案，好家伙，这瓜是一个比一个大呀！这7个人全是在职警察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且他们的资历跨度大得惊人，最年轻的入职才2年，最老的呢，你猜猜最老的一个在警队里干了整整27年，27年啊，这是警长级别的。这按理说干了一辈子警察，应该早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应该是受人尊重的老前辈。结果呢，这老东西居然带着一帮徒子徒孙，开着警车去抢劫游客，这哪是晚节不保啊？这简直就是从根子上烂透了。这27年里他到底还干过多少这种缺德事儿？还有多少游客被他这样敲诈过而不敢发声的？细思极恐哦！除了这7个警察还有5个没有穿警服的同伙。这帮人吧，被称为社会人员。我看这就是警匪勾结的白手套。警察负责吓唬人，社会人员负责踩点、联络、洗钱，这就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啊！2月7号凌晨，也就是案发不到48个小时，
嘉应警方直接把这7个内鬼全都给摁住了。那一刻真的解气。目前警方已经把这个案子定性为结伙持械抢劫，这在马来西亚可是重罪啊！按照法律这帮人要是罪名成立，不仅要蹲大牢，搞不好还要挨鞭刑。对，就是那种把屁股打开花的鞭刑。我觉得对于这种败类就该狠狠的抽。案子虽然破了吧，但是这个事儿留给咱们的思考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为什么这帮黑警偏偏盯上了中国游客？咱们得承认一个扎心的事实在很多这个海外不法分子眼里中国游客就是行走的钱包啊。咱们有钱，爱带现金，最重要的是咱们怕事儿啊。这种良民心态恰恰成这帮饿狼眼里的软肋。这也给咱们所有想出国旅游务工的朋友提了一个大大的醒第一，警察也不是100%可信的，尤其是在一些法治环境相对薄弱的国家，警匪一家警黑勾结的事儿真不是电影里才有的。如果遇到这种没头没脑的搜查和罚款，一定要留个心眼儿。第二，千万别露富，也别轻易私了。正规警察办案绝对不会让你现场转账，更不会让你转加密货币。只要听到转钱私了，100%是诈骗或者是勒索。还是第三，使馆电话一定要背下来，那是咱们在海外最硬的后台。这帮黑警最怕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事情闹大，闹到外交层面。那这次的事件嘛，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东南亚某些地区治安混乱的脓包。那个干了27年的老警察，毁掉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人生，更是整个马来西亚警队在游客心中的形象。你说以后谁再去这个大马旅游，看到穿制服的，心里会不会突然咯噔一下？会不会想，这哥们儿是来保护我的，还是来抢我的？这种信任的崩塌，是用多少公关费都买不回来的。最后愿各位看官出门在外都能平平安安的。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